生活就像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。《阿甘正传》这句经典台词用到大众对盲盒的心情，或许再合适不过。它激发了人性深处的收藏癖，开盲盒那一刻，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，刺激、期待与兴奋在这一刻拉满。2016年之前的泡泡玛特还是一家潮玩杂货店，卖着家居、服装、化妆品、玩具等，跟其他杂货店并没有太大差别。但店里的镇店之宝 Sunny Angel 却能占到营收的1/3。这是日本 Dreams 公司设计的一款潮流玩偶 IP，每个系列包含12种款式，放进外观一致的盲盒内，消费者开盒时便有抽奖般的刺激和兴奋。那时候潮玩这个词还没那么火，但王宁却从中看到了商机。于是他创造了泡泡玛特，开始四处寻找 IP，打造自己的潮玩王国。为什么泡泡玛特就莫名其妙的火了呢？我们还是一一来分析。这几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，年轻人倍感压抑，太需要可以解压、好玩的娱乐型产品了。事实上，经济下行周期反而为玩具和娱乐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沃土。迪士尼也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崛起的，毕竟那时的人们太需要一份快乐了。然而，无论是品牌定位还是商业模式，终究还是要以产品力为基石。从泡泡玛特2010年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来看，它更像是一个潮玩艺术家平台，而非单纯的自主孵化基地。公司不断上架不同艺术家的 IP，根据市场反馈进行重点孵化和投入。Molly 这个备受追捧的核心 IP，就是当年消费者自己选出来的。品牌创始人王宁也曾说，泡泡玛特就像是一个设计师的经纪公司。泡泡玛特的产品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微缩版、平价且易得的艺术品玩具。当我们逛完展览意犹未尽之时，是不是多少都有过会随手买一个艺术品小模型作为纪念的时候？这些年艺术品文创产品确实也火得一塌糊涂。泡泡玛特签约了一众潮流艺术家，将他们的作品通过建模、制模、注塑、打磨、上色等一系列工序后，通过自己掌控的各大渠道推向市场。他遵循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商业逻辑，将高端昂贵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改造升级，使之变得亲民且易得，从而在大众中广泛传播开来。泡泡玛特凭借盲盒这一创新模式迅速崛起，并不断扩张版图，将人性拿捏得死死的。消费者从玩偶的性格中找到了情感共鸣，又将这些情感赋能到玩偶身上，从而打开了玩偶的价值空间。一旦玩偶被赋予了性格和情感的定义，它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社交中的新宠。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情感意义上来说，都极具送礼优势。市场的反馈是潮玩最真实的试金石。无论是泡泡玛特在国际市场上的大放异彩，还是 Jellycat 在中国市场的走红，都表明，只要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者的真正诉求，潮玩市场就能创造出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。某种程度上，情绪共情、社交沟通等等是消费者对潮玩的诉求，也是泡泡玛特之所以能成为泡泡玛特的底层原因。潮玩生意争夺的是年轻人的注意力，消费的是他们的狂热与冲动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即使是最狂热的人也会逐渐趋于理性，因此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精准把控显得尤为重要。就像流量明星总能有几年上升期，泡泡玛特也在努力发挥运营能力来让潮玩 IP 的生命周期延长，通过与不同领域的品牌进行联名活动，来激发和碰撞出 IP 新的生命力。得益于线下消费的逐渐复苏，泡泡玛特将产品定位在了线下逛街这个核心消费场景。在以往的逛街场景中，吃饭、看电影、唱歌等娱乐形式相对固化，而泡泡玛特则提供了一种新的且成本更低的娱乐方式——拆盲盒。盲盒并非是新鲜事物，但泡泡玛特对其核心产品的定位和定价却相当精准。泡泡玛特的盲盒客单价大多在29到69元之间，相对低的客单价大大降低了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，也相对更容易促成消费。而且这些盲盒手办可以收集，甚至可以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。泡泡玛特用盲盒成功引爆了新人群对潮玩这一新品类的需求。对于那些炙手可热的 IP 级产品，泡泡玛特不仅限量发售，还指定购买渠道。
比如热卖的拉布布挂件，就只能通过线上渠道购买。这样一来，线下渠道满足基本需求，线上渠道以及限量发售则满足收藏需求。这种广撒网式的 IP 孵化策略，加上限量发售的话题炒作，带动了盲盒和基本款的销售，成功突破了传统玩具价格低和潮玩难起量这两大痛点，让泡泡玛特的营收一举突破100亿大关。有人将泡泡玛特比作中国版迪士尼，诚然，迪士尼能成为百年老店，自然有其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经营之道，值得借鉴和学习。但或许对于泡泡玛特而言，能否成为中国版迪士尼并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在尊重时间、尊重经营的过程中，他会走出自己的花路，